线锯的一个锯条哈，那做出来大概像这样子哈。那你可以在上面哈拿一个标准的这个锯片啊，来跟它画一个它的形状出来。好，那到时候我们把这个不要的地方哈，把它打磨掉就好了。好，那我这个就是电动的砂轮机哈，这小型的哈。好，那我们磨的差不多了哈，各位可以比较一下哈。那如果还不够，你就继续把它磨一下啊。你这样就可以试着去装装看。好，装上去了 ，OK 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样就过得去了。你要锯这个就没问题。那我们可以把它装在我们的线锯上使用嘛，啊，那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啊，就是经常会碰到这个没有垂直的问题，因为我们用手去锯嘛，有时候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歪斜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最好能自己来做一台这个锯台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平稳比较正确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锯台那我们先看一下上面这上面的这个座就是我们要装我们的这个线锯的那底座的话，这边有用这个锯片先挖一个先钻一个孔，然后用锯片切开这样的话它才放得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锁在我们的这个基座上那基座上当然这边要用这个螺母把它锁紧那这边有个缺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水管在里面前进的情形那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底座跟这个上缘这个木板不要有太大的间隙怕这个水管在锯的时候有跳动的现象那如果说只能移动，无法上下跳动的话，这样锯起来会比较平稳那当然，你这样在推的时候事实上左右施力不均也是会歪的所以呢，我们又特别设计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推板推板当你把这个管子放在这里这样平行的推过去就不会有歪斜的现象这样才能保证你锯出来的是直的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部构造那因为这个锯条蛮长的吧蛮长的，所以说呢
它如果被你推移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有一个位移的现象嘛那所以呢，我们下面有用一个铁的一个滑轮这个叫做铁轨的护车然后当一个支撑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移动的问题它可以帮忙点住这个过长的锯条就对了。那整个架构大概就这样子那这个木板你可以把它用夹子这个固定在你的桌子上那这样就不会说你在推移的时候，这个整个就跑掉了我们打个比方好了，我们这个桌子这个桌子你可以用这种夹子把它夹住。这样就很牢靠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试锯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锯好了是不是这个切口蛮垂直的呢？